旅游行业到底如何赚钱？这里有没有好生意呢？这就今天的话题。这是旅游 ETF 的走势图，随着多地放松疫情管控，跨省旅游为暑期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。这里还有一条新闻让海外华人非常兴奋，之前14+7的入境政策改成了7+3，这一个个好消息也刺激着资本市场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旅游消费上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分析一下，在整个旅游产业中，到底哪些有护城河，哪些是好生意，哪些又是价值陷阱。旅游产业是非常庞大的产业，它本身带动了非常多的行业，当然还有就业，在居民消费中占据了很大的一块。同时，旅游又是非常脆弱的行业，受到地缘政治、流行疾病、自然灾害以及经济环境的巨大影响。比如，持续3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旅游业冲击是显而易见的。那么，这个行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？旅游业通常有这些参与主体：游客、组团社，还有地接社。组团社通过对景点、景区线路的筛选，通过线上线下的营销，将打包的产品卖给游客。组团社需要对接航空公司，培训领队，选择合适的境内以及境外地接社，完成定制的路线和行程。而地接社作为组团社的配套服务商，是直接面对游客的。他需要完成的工作比较琐碎，但又极其重要。当地的车票预订、酒店、大巴车、景点、餐厅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导游的培训，都需要地接社亲力亲为。为什么说导游很重要？凡是有经验的游客不难理解。通常你的整体旅游感受，往往至少有50%取决于导游的讲解和服务。可是往往游客比较重视酒店、大巴以及景点等旅游硬件，却忽视了软件。不过这个并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。除了这些，航空公司、机场、酒店、餐厅、景区、巴士公司、票务公司也都深入的参与旅游服务市场。那么这么多的参与主体里，到底哪些主体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呢？我们先看组团社，组团社可以是线上服务商，也可以是线下服务商。他们推出的旅游产品一般没有太大的差异，他们需要支付巨额的广告宣传费用，有时候为了拿到包机便宜的价格，还需要承担亏损的风险，跟航空公司签订合同。同时面对同行残酷的竞争，当然比组团社更惨的要数地接社了，同样提供了无差异的服务，还需要解决游客的吃住行、游购娱，培训导游、订票、订车、订餐。要知道，旅游行业的季节性很强，因此在旺季，这些工作的工作量很大，而且往往支付了垫付费用，承担了上游组团社跑路的风险。最后，比组团社地位更低的就是领队和导游。虽然游客的体验50%以上都依赖他们，但是由于各种系统性因素，导致领队和导游的质量参差不齐，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明显。有经验的优秀的领队和导游往往都会纷纷转型，因此他们在市场上非常稀缺。他们对游客的整体旅行体验贡献极大，却没有赢得足够的尊重。目前旅游业的常规模式就是某种程度的混业经营，组团社向下扩展到地接社、餐厅、大巴车，甚至深入到景区。但是要知道，这每一个细分行业都是一门新的生意，都有自己的逻辑，拓展之后管理上会有很大的压力。这么一分析，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行业都很苦，其实没错，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提供差异化的产品。组团社和地接社的旅游线路很容易被复制，竞争激烈，要想有产品溢价很难。它的模式在全球都是如此，只是在中国，它的竞争激烈程度被放大了。竞争其实是好事，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与实惠。但是最怕的是缺乏监管的无序竞争，很多旅行社被迫参与费用低于成本的低价团，只能通过降低服务标准，寻求在旅游期间其他隐性消费中弥补损失，让整个行业陷入了恶性循环。再加上游客的鉴别能力有限，可以说这个行业是进步最为缓慢的行业，很多服务标准还停留在至少15年前的水平。这是全球最大的旅行社途逸集团的股价。大幅波动的股价代表着行业具有强烈的周期性和脆弱性。这是中青旅的股价，虽然最近的反弹猛烈，但是看看往年，股价波动极大。在这里无法提供差异化的产品，还有餐厅、航空公司也是同样道理。但是机场就不一样了，它往往具有稀缺性和天然垄断性。毕竟一个城市不会修10个机场，一部分酒店和景点也有一定的差异性。酒店可以有品牌服务、管理效率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差异。景区就不用说了，全球著名景区大部分很强势，虽然有周期性，但是他们提供的商品往往供不应求。可惜的是，这类标的的选择并不多，大部分著名景区都没上市。
所以在旅游产业链中，好生意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，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赚钱。他们在经济欣欣向荣的时期，可以吃到整个经济的红利，但是行业极为分散，竞争极大，参与企业无法积累形成护城河。投资这个行业，我们需要寻找那些可以提供差异化产品或服务的公司。就连中国在线旅游龙头的日子也都不太好过，这是携程的长期股价。尽管最近大幅反弹，但是由于竞争加剧，毛利率却不断下滑。这里的一个意外是 Booking， 它的优势在于长期深耕欧洲，而欧洲是人文景观最具吸引力的地方，并且还有一点就是欧洲的酒店业极其分散，连锁品牌的酒店比例很低，而小酒店强烈依赖 OTA 平台。看看 Booking 的毛利，就知道为什么它的股价长期上行。之前也做过关于在线旅游公司的相关视频，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翻看2020年6月7号的视频。游客往往在吃住行游购娱中花费的比例是不同的。对于中国大陆游客，购的比例最大，接下来是住和行，有的时候吃甚至要大于游。在购中，黑店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，正规商店中可以提供差异化产品的就是免税店了。他们通过拿到特许经营的牌照，这相当于一定程度的垄断权，风险是特许经营牌照的扩大发放或者被吊销。机场相对更有护城河，机场的收入分为航空类业务和非航空类业务，其中非航空类业务中，由于其独特的地位，可以提供大量的高端流量，所以免税店和餐厅的租金收入和分成往往占据着很大的比例。详细了解机场，可以参考2020年9月14号的视频。通过以上分析，大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，在旅游业中，大部分参与主体都无法提供差异性的产品，无法产生溢价。简单来看，就是不属于好生意的范畴。但是某些细分公司还是有着很强的优势，可以吃到行业中的大部分红利。只是这些优势往往都是利用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，这也意味着丢失也相对容易。同样，旅游行业还是周期性行业，毕竟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，旅游并不是必须消费，一旦遇到收入下降，旅游是很容易被砍掉的消费。大家在分析旅游产业的时候，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它可以提供什么差异化的产品，有什么溢价？而这些往往从公司的毛利中可以反映出来。那么大家看好旅游业的复苏吗？你认为这其中哪些公司具有护城河？2022年过去一半，你还好吗？下半年有什么期待？2022年半年盘点与展望正在进行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吧。